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 G， 选中国广电。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当然，我们还请到了今天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看看老师们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俩是通过我前女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到现在结婚14年了。我们有1个儿子，今年13岁了。结婚这么多年，我感觉我老公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婆婆帮不上忙，还在中间挑拨离间，我真是无语。我老婆每天不是跟我吵，就是跟我妈吵，我都被她整崩溃了。我现在一个人还要养家，还要看孩子，真是太累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许先生39岁，来自河南，公司职员；女嘉宾陶女士36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老师好。好啊，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14年了。几个娃？1个。今儿是谁要来诉苦的呀？我要来的。诉苦的目的是什么呀？跟他结婚10几年了，过得特别累，所以说想让老师们帮我劝劝他，就是以后做任何事的时候能站在我的立场替我考虑考虑。从来不替老婆考虑啊？这也替他考虑，咋能不考虑呢？你知道他14年跟你过得很累吗？我没觉得。你是不累是吧？就他累是吧？我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他累？你没觉得是吧？你累吗？我也有点累啊。我也累啊。你也累哈？行吧，今天就夫妻说说怎么累的吧。我们2个嘛，也是经过他前女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我们2个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嘛，他妈妈说我们2个一起好好过，以后结婚的时候给我们在当地县城，然后买一套房子付个首付。我感觉也挺好的。结果到我们2个真正结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说给10万，然后后面又给8万，最后到手就6万。而且最离谱的一点是，他结婚当天竟然还穿个旧鞋，然后新郎官来接新娘子。就是我可接受不了他们家对我的一个特别不重视。你觉得被慢待了，对是吧？一点都不重视。我觉得在我们当地6万元已经很多了。你给我结婚又不是给钱结婚，是不是？是，人家不是嫁给你14年了吗？人家在意的不是彩礼，人家说为什么不穿双新鞋来接我？我觉得旧鞋新鞋都一样啊，都一样嘛。你哪怕买一双20来块、10来块的，你也总比穿双旧鞋好。主要是你媳妇儿觉得我在你心里面有没有分量，对吧？好，这等于在结婚的当天心里就不舒服了。对。后来呢？接下来就是我生我儿子的时候嘛，他就是我怀孕快生了嘛，然后他让他妈妈过来照顾我坐月子，我感觉也挺好的。作为老人，他过来照顾我，我挺感激的。我刚出完月子，然后就是他亲姨小姨嘛来我们家做客，他小姨有那个会结和晚期，不可以到处跑的。初期就是说就会有点传染的那种嘛，我就赶紧跟我婆婆说，像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来我们家的，因为孩子还小，刚刚满月嘛。结果我婆婆当时听了之后也没啥那个，就是心里就开始有点不高兴了，对，就开始生着闷气了。然后后面就是我在当地做了个小生意嘛，开了一家那个小店，那个时候我们是租的房子，可小。他晚上回去10点多的时候，他把孩子从他妈妈的那个床上抱到我们床上，他妈妈当时说抱走了就不要再让我看了，就声音可大可大的那种。因为我们是租房子，隔壁住的就是
房东的儿子和儿媳妇嘛。我说你不看就不看嘛，你大半夜你叫啥，吵到别人就不好，毕竟租的房子嘛，对吧？然后就是他妈就开始说，让我看，你就得给我发工资。我说你是他奶奶还是保姆？你要是保姆我就给你工资，你要是他奶奶的话，你就别想要我工资。因为当时我们2个也是刚结婚没有多长时间，没有更多的一个积蓄，说句不好听的，就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然后顾客拿我的那个产品，然后我拿他的那个奶粉就给孩子吃嘛。然后我当时手里啊还在拿着小衣服，准备去洗澡，还没反应过来。完了之后，他咵一耳刮子打到我脸上，然后他当时打我的时候，我就只知道哭，也没反应过来。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们这个年龄段还有婆婆打儿媳妇的，就可接受不了。你当时在不在？我当时在。你妈打你媳妇儿，你做了什么？我啥也没做，在一旁站着。他妈妈跟他说，我看他一个外地人，我就不给他带孩子，我看他怎么办。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这个话被我听到了。然后呢？孩子谁带？之后孩子我给送到我娘家妈那去带了。多大就送走了？2个多月、3个月那个样，然后送走的。3个月的小宝宝，对，就送回了娘家。对，我娘家妈给我看到5岁，然后才接回来的。中间你们去看吗？夫妻2个人？去看，但是每一次去看，临回来的时候都会哭着走。哦，那肯定啊，心里舍不得。舍不得啊。对。那给娘家妈看，给娘家妈钱吗？也多少也给一点，只不过是，就是买奶粉钱呀，孩子买零食的那些钱，但是额外的就没有，因为我们当时刚结婚也比较困难嘛。好，听明白了。然后呢？然后我们是那个时候手里彩礼6万嘛，也没舍得花，后面就跟娘家，在东拼西凑凑了个首付，在我们当地县城买套房子。13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房子装好了嘛，然后他爸说打电话说帮我们看孩子。然后就上学嘛，上个幼儿园那些，然后我感觉挺好的，作为老人能主动帮我们，然后之前的事就过去了，就也没有想去继续恨他们。但是没有想到是，他爸到我们家没有起到一个太好的一个作用，反而他中间在来回传话，而且传的都是我的不好的。谁传话？他爸。你们搬进了新房，公公婆婆就来帮你们照顾孩子，是还是不是？他爸来的。他爸来，他妈没有来。然后呢？然后的话，他就经常出去玩嘛，然后玩到半夜回来，我也不能说他。老公出去玩，对。公公看孩子，对。老婆挣钱，对。他出去玩到很晚才回来。在外面也是因为工作。啥工作？都是在外面都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外面什么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听听什么工作需要夜里干啊？什么工作需要夜里干？都是有时候平时接触的这些客户他们，然后在一块儿吃饭干什么的。你就说我在外面花天酒地就好了吧？我看不惯他半夜回来嘛，我就开始就跟他吵嘛，就找说理嘛。结果他爸不但不站在我的立场来说他，结果还在中间拉偏架。完了之后回去之后，他就跟他妈说，我之所以跟他干架，都是我娘家妈教的，经常打。就是打到胳膊呀，然后手啊上面都是淤青淤青的。我们2个干架。谁先动的手？基本上情况下是我实在逼得没办法了，然后我就那个，但是我性格比较直嘛，他就属于那种我干我的，你也别管我，我做的对与错，然后你就别管我就对了。你自己本身脾气也不好嘛。你这个妻子讲话也挺客观的，你发现了吗？有些妻子上来说她家暴我，她没有给你扣帽子，是我们俩打架，而且人家承认是人家先动手，但是你也不能还手啊，推挡一下就行了呀。他还手吗？还啊，他经常我胳膊呀或者身上都会有青的地方。所以说你干嘛要动手呢？但是那个时候气呀，他半夜才回来，一般人都受不了，我感觉孩子他也不那个。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我不是在外面之前跑业务嘛，跑业务，然后你像我，因为跑业务有时候手头就是有点不宽裕嘛，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你手头如果宽裕的话，你多少有点那个生活费，你给我转一点。他就说你赚了你发，我赚了我发，我凭什么给你？后来他出去玩，然后手机被他搞丢了，搞丢了之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让我给他买个手机。我说你赚的钱你发，我赚了我发，我凭什么给你买？他反过来说我，他说你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就搞不明白，我就跟他要点生活费，他都接受不了，反而他手机弄丢了，然后他直接来找我要，他就感觉理所当然。所以你们在经济上也没有合在一起，对吧？基本上没有。啊，然后呢？他们家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吧，就是你就是个外人，啥事也不跟你商量，压根就没你的事儿，就那种。比如说呢？比如说就是我们不是刚刚说那个买房子的那个事儿吗？就他有一个弟弟，他子女要到我们那个县城去上那个初中，没有地方住，他要住到我们家。我感觉哈，不管怎么样，这个房子是我们2个一起努力去买的，我是不是应该有那个知情权？有啊。但是他们一家人做的让我感觉都压根都不把你给当人看的那种。他们做了什么？他妈妈那天带着他弟弟，带着他弟媳，带着他侄女儿，4个人一起到我们家，我还高高兴兴的去超市买了几百块钱的那个菜，忙了一个中午做给他们吃。下午4、5点钟的时候吧，然后他妈妈说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走吧，就回去嘛。结果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当时的那个情景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这事儿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你咋没跟媳妇商量呢？我当时想了跟他说都一样吗？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了。咋能不一样呢？我当时想了，我弟跟我弟媳都在外地工作，也不容易。你商量一下嘛，人家会不让吗？他们一家人4个大人到我家哈，中午都在一起吃饭，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提一句。后来这孩子留下来了吗？没有，我这个人我性格比较那个，你不把我给当回事儿，我要去顾虑你们这么多感受吗？然后我当时我气得坐在沙发上拿手机，然后他发的信息是：老婆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我侄女要住到我们家去上学。等于侄女儿留下来之后，他给你发的微信。对，发的信息。他还不在。对，他不在。完了之后。我就感觉他是先斩后奏，压根都不是商量。这意义完全变了。这个房子不是你妈妈、你爸爸买给我们的，这是我们2个到处东拼西凑然后买的房子。你侄女进我家，竟然连住我家连跟我说都不说。你要知道，不是住1天2天，你要是走个亲戚1天2天，我可以理解。所以您做了什么呢？我气愤了，我直接走了，直接开车走了，然后他侄女也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后面他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然后过第2天第3天，他跟我说他让他侄女走了，我才回来的。就回来了。对，我感觉这个事哈，他家里人就是太不把你当回事儿了。你看这个房子本来就是我们2个买的，结果你看他家人到我家去，从始至终竟然连声打声招呼都不打。听懂了，听明白了。对。所以心里不舒服。对，就一直就感觉他们家压根都不把我给当成一家人看。你心里是不是也不舒服？我肯定不舒服，我感觉他的心态很累。我那侄女不是跟自己家小孩一样吗？那你侄女跟自己家小孩一样，自己家小孩回家了，你都不回来打个照面？我还是在外面忙那时候。忙啥？他经常在外面玩。行，还有什么让你累的？我就想着然后再要一个，结果流了嘛，就是不小心流产了嘛。又怀孕了？对，怀孕流产了。流产了之后，你看他妈当时在老家压根也没说一句，哎呀，我来照顾你吧之类的，没有说过一句。然后我不就指望他嘛，家里面就我们2个那个时候，对吧？那个时候是5月份的时候，好像后面他那个时候他爸已经就是因为他侄女不给我们不在我们家住了，他爸也不给我们看孩子了。家里面就我们一家3口，然后我就指望他给我做个饭。你知道他多过分不？月子里面第18天的时候，他说我今天有点事，他说我中午给你做点蛋炒饭吧。我说可以，随便凑合一点就可以。结果你知道他有多凑合不？直接给你搞个前几天的剩饭。等我去吃的时候，那个饭呀已经馊了，那站到锅的旁边都能闻到一股味儿，可重可重。我又不知道那是剩饭。能给你做，我觉得都不错了。你闻得着味儿吗？你闻它不臭吗？我平时也没做过饭。所以你不知道饭臭或者不臭是吗？所以他心里边还委屈呢。我平常可没做过饭我都给你下厨了，你还挑剔是吧？对，你看，对，他就是这么想的。结果那天的话，就是我中午没有吃，我不是一直心里就有气嘛。然后等到4、5点钟的时候，他回来了一趟之后，拿个东西准备还走。还出去，我说你不管怎么样，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做顿饭，对吧？
结果人家说我没有时间，你要是那个的话，你直接点个外卖吧，我等着赶紧出去。我当时我气不过，我就开始拿东西，我们两个就又打起来了。他朋友还开着车在下面，然后下去给他朋友骂了一顿之后，他朋友开车跑了。他就感觉我这个人是个泼妇。你自己身上有毛病，他脾气非常不好。你不感觉我是被逼的吗？我好奇的问一句啊，按理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很多女生来这儿就说我不想过了，对吧？你选择的是我只是觉得累，你们有没有什么方式让我轻松一下？还想跟他过是吧？因为我是单亲的，从小到大也是离异家庭出来的孩子啊，所以我不想让我孩子这样，就跟我一样。你还想过吗？说实话。今天来到这里，肯定想。我看这老婆你也不需要啊，因为我没看出来你们有什么彼此需要对方的，或者彼此帮衬的。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哦，那他知道你们俩打成这样吗？我们两个经常当着儿子面打架。对啊，他知道这个你们我爸我妈不在一起生活吗？知道。他知道我们两个反正每一次打架的时候啊，他就自己把自己关到房间里。你们一年在一起共同生活有多少天？反正不多，没有具体算过。基本上我们两个一直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你们住在一个城市吗？住在一个城市，你怎么会一年见不上几面呢？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为啥？啥工作需要不回家？出差嘛，有时候出差。啥工作需要你天天出差？做业务嘛。他老是找借口。你想回家吗？我觉得他应该给他身上的那种脾气也得改一下。你想回家吗？你告诉我。每个人都想回家。但是你不想回，他脾气不好，我们了解，是不是脾气特别暴？暴。那他脾气为什么会暴？你说谁愿意天天跟人吵架？所以在一对夫妻的心里面，妻子觉得，我嫁人，怎么没嫁到一个管我穿衣吃饭的汉？不管我穿衣吃饭就算了，怎么这个汉连疼我都不疼？不疼我也就算了，怎么这个汉连家都不回？我自己一个人独守空宅，是吧？对。心里苦，对吧？对。男人也苦啊，对吧？娶个媳妇儿，贤妻良母，操持家务，我一样都没享受到，我还感受不到这个家的温暖，我这婚结得很累，是吧？对。看起来结婚了，结了10几年了，我们这么一听下来，给我一个感觉很恍惚的感觉，有一张结婚证，有一个因为激情而要的13岁的儿子，这个婚姻好像不像一段婚姻。连2个人搭帮过日子都算不上，我都不知道这个感情算什么了。所以老师们帮着分析分析，看看怎么帮助这对年轻人，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听听老师们怎么分析。我感觉孩子很可怜，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环境当中，你认为能够快乐健康成长吗？每天在这样的一种打斗阴影当中生存，目睹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大打出手，孩子只能躲到房间。他在房间干嘛？恐惧、哭泣。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心理一定出问题。所以，如果你们2个人真心为了孩子，如果丈夫不愿意去改变，你不愿意去面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我建议你们2个人尽快的离婚。我希望今天你们真正的思考一下，怎样做对孩子有益，怎样做对你们自己有益。谢谢博宏兄，文老师。谢谢老师。我跟博宏老师的观点一致，我也建议你俩散了吧，因为你们俩在一起就是一场灾难。你们俩现在我觉得过了情绪的那个阶段了，你俩也没有什么情感，
现在只看到了一场情节，劫难的劫，就是你千万不要跳入你的人生陷阱里。为什么这么说？很多人生下来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那是他中的人生彩票。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没有拿到你的人生彩票的话，你就要知道说，不要用这个缺陷去让你一辈子来填，这是不对的。你不能说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我就不想让我的小孩成为单亲家庭。你没有能力经营好你的婚姻，他注定要面对的他就是一个未来要成为单亲家庭。你真正要想的是如何让你和孩子都更幸福，而不是你轴在这一个传统封建的思想观念里。人是不可能获得自己认知以外的幸福的，你只有打破你自己的认知，打破你的局限，你才有可能改变你现在的生活。因为你现在不是一点，我们都不能教你是什么战术的问题了，你来找我们解决办法，就是这属于战术，你自己的人生战略出了问题。所以你要追本溯源一下，想想这个事情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及时止损。说完了，谢谢曹老师。这个从一上来，这个第一个有效信息就是这个挨打的这件事儿啊。越往后呢，我越听我就比较茫然，但是我大概其猜到故事的走向了。不过最后这走向跟我想的还真不一样，人家不是来说是讨伐呀，或者离婚呀，不是，还想继续怎么过。这是一个我非常疑问的问题。虽然说离不离婚、一不一块过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当然我是很支持二位老师之前说的啊，我也同意你们不要在一块儿。从挨打的那一刻，他没有站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了结果了。咱就说是可以继续往下过啊，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一切，接着过也可以。但是你告诉我，你怎么能让他回家？就是遇到委屈的时候，打落了牙自己咽下去。你能保证今天过后了，可能你们现在给绷起一弦儿来，未来的半年、1年啊，他有事儿我忍着点儿，1天2天行，1年2年行，10年2年行吗？还有这边你媳妇儿有事儿了，你能不躲吗？都保证不了吧。所以我希望你们俩冷静地想一想后边应该怎么做，因为你们俩现在在婚姻的各自的位置上已经固定了，该逃避逃避，该嚷嚷该悍妇悍妇，所以根本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啊！我说完了，谢谢曹老师。曲总，我跟几位老师的观点有点不一样。你们在生活当中有谈及过离婚吗？经常。去那个部门了吗？没有，就是经常吵架的时候。谁不去？谁要去？我要去，干到最后的时候，他不那个了。哦，为什么不离？还是舍不得吗？舍不得你也不回家呀。如果此时此刻你们都离婚了，那句话不说得好吗？你不会游泳，你换一个泳池，你照样不会游泳。也就是说，你们离婚了，让孩子成为了单亲，你们付出代价，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是好，你们不知道再继续怎么去开始新的幸福，所以你们依然是迷茫。所以我的观点是，你们要去努力的在这段婚姻当中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去努力的去尝试去解决。如果还是解决不了，那会儿再分，我们没有遗憾，因为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你先回家，不要逃避问题。明明挣不了多少钱，却比所有人都忙，说自己在外头怎么样，对不对？明明自己都没有买一个手机的实力，偏偏还理直气壮说你得给我买一个手机。你不管家不管孩子，不往家里给家用，你凭什么让人家给你买手机？太自私了吧。咱如果工作能力差没有问题，咱回到家里尽自己做父亲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被对方尊重，我们是不是有不值得对方尊重的点呢？哦，动辄就上手，这是情绪的碰撞，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有话不能好好说吗？跟他说也没有用。你说了什么？你说到点儿上了吗？你用他接受的方式去沟通了吗？这是找到一个共同话题，好不好？从今天下午台开始，你们就各自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离婚？
他说舍不得，你是什么？不甘心吧？对。当初穿着一双旧鞋就来结婚了，20块钱的新鞋都不舍得买，你就进入到这个婚姻了，你图什么？先想想不离婚的理由，然后在这一点上去想到方法。不甘心，好，我们做点什么？不能说哎呀，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们得有信心吧。我们换一种方法好不好？在婚姻内先找到问题，去努力解决它，好吗？就这样。谢谢石总。谢谢老师。来听听帮帮团老师们有什么意见。那作为广电帮帮团呢，我想问一下这位男士哈，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自信？你觉得可以在这段婚姻当中这么去作呢？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太了解他了，他不会离开你。应该是这样的。那就证明你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其实是不对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所以我觉得可能妻子也是用惯性思维一直去思考丈夫，然后他一跟你说什么就不停地先带入情绪，而不是去解决事实。所以我觉得我赞同曲老师的话，就是你们接下来可以抛开情绪，去尝试着去把这个问题解决。谢谢。谢谢。来，老师。我特别赞成杨绛先生的一段话：能让你变温柔的人，一定是给了你极致的爱；能让你变沉默的人，一定是给了你极大的伤害；能让你变得暴躁的人，一定是让你受尽委屈。所以，这样一个男人，你留着他，还让他继续伤害你吗？还让你继续受委屈吗？所以，离开他越快越好。后悔不？此事是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14年也就这么过来了，光阴匆匆啊。女生后悔吗？我没有后悔过，我感觉只要自己选择的就不后悔。所以还是那句话，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婚姻已经不堪了，已经腐烂了，但是婚姻的双方其实还享受着呢，对吧？女生其实挺享受的，我骂了她，她还要走，我能下楼把她的朋友再骂走，她打了我，我也打了她。你们说是家暴，我认为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动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自洽，这就是你选择的婚姻模式，不用去改变。那你不回家是不想回家，不想交钱，不想尽责，还是害怕回家，还是觉得这个家压根儿就没啥意思，早就不想要了。今天把话都说白说直了，不就完了吗？那就这么一点事儿，没那么复杂。他就想让你回家，你回不回？就别玩了，少爷，回家吧。不管怎么着，咱俩是两口子，你还愿不愿意跟人过日子？你直接说了。愿意。回不回家？回家。确定吗？确定。他一直都这样说，只要一吵架，他就说他回。他说，但是他做不到。做不到，你离开呀。我害怕以后离了之后再找一个还不如他。这不就是那个吗？这是两个人最核心的东西吗？女生是害怕下一个比这一个还更糟糕，男生觉得自得其乐呀，因为有这个婚姻和没这个婚姻是一样的呀。好歹这是个老婆，在外面被人都给伤了之后，这还有个家，是吧？我要真离开他了，我的退路在哪儿呢？所以你们哪当家是个家嘛？你们把家当成了说，哎，这地方行，有感情吗？没有。所以愿意干嘛干嘛，离婚也可以，不离婚也可以。想轻松特别简单，就是想开。不管咋样啊，不离婚，我们大概就一个要求：别动手了。能把手管住吗？可以。别当着孩子的面争吵了。其他我们还能说什么呀？你们是成年人呐，你们自己做决定吧。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希望以后的话，你能做任何事的时候，能站在我的立场来考虑这件事，不要老是听你家里人的。你要再听你家里人的话，俺这个家
我想维持也维持不下去了，我每天活得也很累。你老是听你爸妈的，然后跟我离婚，你还能找到啥样的吗？不管咋样，想让小孩幸福一点，最起码爸妈没有离婚，他过得也开心一点，他不会自卑。我希望你以后就是我们两个都能改变改变。你不要老是出去玩就行了，我要求也不高。我可以苦一点，累一点，我也没有图你大富大贵，就想你每天能好好的回家就行了。我帮他说了啊，我养你，你回家来守着我，守着孩子。我这么翻译行吗？我愿意承担家里的一切，少爷，我养你，你陪着家里的小少爷，只要我每天回家能看见你们两位少爷，我愿意，我啥都愿意，是吧？是这意思吧？嗯，听懂了？听明白了。愿意就出来，不愿意就别出来，好不好？你要这次愿意了，就真的就愿意那么做了，就别再犹豫了。好，哎呀，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鹰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包红兄，是不是比较压抑？真的很压抑。虽然我知道此刻他们会双出，但我在担心今后这样的一个场景。等到他们的儿子长大了，面对这么支离破碎的家，父母说我们都是为了你才没有离婚，孩子说我不承担这个责任。文老师，这真的是人不听劝，没有办法，救不了。这双出吧。人家的需求就是对外有一个家的需求。对，所以我觉得他会一直困在他的壳嘛，对原生家庭的这个困扰里面。曹老师，其实我挺糊涂的，我现在都有点懵。从一上来他们俩人开始，我想的剧本应该是最后的结果应该是甩在女方这儿，你是想过你就出来，不想过你就不出来。但是我没想到现在的结局发展是最后决定权落在男的这边。当然是他了啊！你看这14年，谁真心的想离开、想跑？是这个想跑。算了，双出吧，好了。双出是肯定的。男生呢就学学做饭吧，在外边不行，在家里你就得会要讨好老婆。那女生呢就别纠结，就一会儿她不甘心就有希望嘛。她不用讨好，她回家就行，啊。但她回家她不能什么都不干啊，那她回家干嘛？你一会儿问她，她回家了在那儿躺着，在沙发上躺着陪儿子玩，什么都不干，她认不认？她一定说她认，你信不信？行，一会儿咱俩打赌。行，一会儿问问，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这哪有那种复合之后的喜悦呀？问个问题啊，他只要回家不做家务什么的行吗？就回家就行。也行啊，也行，只要不老找事儿。看见没有？他要求的就非常简单，这是我老公，回来，让我看到你，别跟我找事儿，我来挣钱，我承担一切，是这意思吧？我辛苦一点没事。我可以学着做家务，开开心心回家吧。来，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应该叫新开始的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来，请回。请回，请回，请回。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
们俩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我带4个孩子跟他重组家庭，我们还生育了一个女儿，今年5岁。俗话说的，嫁汉穿衣吃饭，他1分钱生活费也不给我，所以我选择了离婚。他是我的初恋，我一直很喜欢他。离了婚，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点什么。他的4个孩子都长大了，不再需要我的照顾，往后余生一别两宽，不恨不念，各自安好。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张先生46岁，来自河南工程；女嘉宾邓女士42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有请2位，有请。我看你们资料的时候，大概得出一个结论，你们算是再婚离异夫妻，对吗？对。是再婚重组的家庭，对吧？这是指再婚，离异是指你们现在又离婚了，对吧？今天是您想求前妻，想复婚，想复合，是还是不是？对。他是有4个孩子，是吧？对。你嫁给了一个带着4个孩子的男人，再婚的时候咋想的？这负担挺重的呀。他当初的时候，然后就哄我，给我买套房子啊。我们就是都有孩子，然后没有钱，然后就是没有办酒席，然后就跟他一起去工地去了。我也没有嫌弃他没有钱，也没有嫌弃他家里穷，跟着他在工地过了几年，生了一个小宝宝。所以实际上面你们2个人要负担仨孩子加7口人的生活，是吧？前妻的4个孩子，是吧？你们又生了一个闺女，负担好重啊！那还有啥闲心思闹呢？这不是玩命干活挣钱养娃吗？开始对我挺好的，他就是我们矛盾从有孩子之后，孩子3岁了，要回来上学。第1年回来上学，没有给他要钱，我就想着在工地没有挣什么钱，然后就是那4个孩子要上学，然后呢我在家里呢卖点面膜，然后就裹着我娘俩吃饭。然后第2年我挣不到了，然后就问他要，他就不耐烦。你身边带着你们自己的闺女，还有那4个孩子您带吗？那4个孩子他奶奶带。就为啥不给人钱呢？又不是给他钱，不是给孩子钱吗？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5000块钱吧，打个比喻。5000块钱的话，4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我想到他手里多少有一点。那闺女不也是您的闺女吗？对，我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你只有这么大能力，你别再结婚了，你一个人就先把那4个孩子拉扯大不就完了吗？你给自己找这麻烦干啥呀？他没有钱嘛，他也不说，他就说我2分女人事儿多，我都没嫌弃你现在反而嫌弃我事儿多。那您在嫁给他之前也有孩子对吧？有个儿子。有个儿子。那你跟他们家这4个孩子关系处得怎么样？关系很好很好。你嫁给他多少年？15年到现在。9年了。啥时候离的呀？去年11月份。谁提出来的？我提出来的，因为钱也给不了，爱也给不了，还有4个孩子，然后憋屈的慌，所以我就提出来离了。他的那4个孩子，最小的多小啊？最小的2个双胞胎是17，2个女儿大一点，上研究生，上大学。2个大女儿都在读书啊？儿子也在读书。离了以后，现在这小闺女谁带着？我带着，我想着跟她在一起也是我带，离开也是我带，然后生活费也不给，现在。不是，那您跟人复婚干嘛呢？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吧。那您跟您以前那个儿子还有联系吗？有联系，就是他的孩子，我对他掏心掏肺的好，但是我的儿子，然后他谈恋爱，然后找我拿2000，然后他都心里不舒服。他的孩子可以当个宝，我家孩子都不行。为啥呀？因为他孩子也在打工，他要找大人要钱，所以说这一项我说我不支持他，他心里就不舒服。不是，如果那是你们自己的孩子，我觉得都没问题，当爹的这个教育方式没问题。但是第一是你们是再婚重组，第二应该你的儿子不在身边吧？你就算给你老婆个面子，就对你这么薄情是吧？觉得？
还有什么事儿让你伤心啊？他的大女儿不是20多岁了嘛，然后就是一直我对她挺好的，想着自己做后妈，然后就是想尽好的，然后给她，也不想让她羡慕别人，然后就想着，她在学校里，然后要啥呢，尽量的满足她，从10多岁，然后到现在都，你看都20多了，对吧？然后有一年她大学回来，然后就是，做兼职，做第1个月没有钱吃饭，然后我就给她。找我要，然后找我要呢，然后就给他将近给他500块钱。等第2个月，他高兴的，然后给我说，他说妈，我发工资了，发了3000。第2天我就给他说，我说你在家看孩子，然后我就去剪个头发。我说女儿，我说给我拿点钱，我去剪个头发。他都不愿意，反正我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就在心里一大块石头。就觉得付出了很多，但是。真的到你认为的现实需要的时候，这个大闺女等于让您心里失望了，是这意思吧？特别特别凉那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孩子这么好，孩子发了工资了，几百块钱都不舍得给我做个头发。其实给我也不要他的，但是小孩子没这样做，他心里就不舒服。对，他就是试探嘛。对，就是试探。但是这个小孩子毕竟还是个孩子，接触的人情道理上面比较懂得少一点。那你这些给的钱是你们俩一起挣的，你给的，还是说都是您自己挣的钱再给这些孩子花呀？自己挣的。那也就是说，结婚之后您自己一直在挣钱是吧？开始没有，就生了我这家这个孩子开始做的。还有跟他结婚几年，我母亲不在了，然后就是回来，然后没见到我妈，然后就给我爸取了1万块钱，他身上没有钱，然后我就取我自己的给我爸了，然后他就在外面说我给我娘家发钱了，然后我跟他还讲，我自己儿子，然后我准备他结婚，准备个5万，他也不愿意，所以种种事情。这为啥呀？我感觉到儿子以后结婚，他给我说的准备5万块钱，我说儿子结婚他那边有爸妈，房子也搞好了，我说你准备的有点多，我们的一大家子也要过日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同意。他家孩子都是宝，我家1个儿子他都不愿意。我是做工地的，我想着做工地赚钱特别不容易哈。农村来讲，5万块钱一下拿出去不一样。那等于你有了小女儿之后，你就等于在家带孩子是吧？他在外面打工是吗？不是，有了女儿3个月的时候，我就自己做了那个自媒体，然后就卖点东西，边抱着孩子，然后边做。他在工地上班，我还要给他做饭，脑部出血了，然后就是说。谁出血？我自己。你脑溢血啊？对，然后就是累的，就累的，然后他就说，如果不是他给我缝孩子，我就挣不了那几万，好像这孩子然后是我带来的一样，我自己做，自己回顾客信息，所有的事都自己做。他来了一句，不是他给我哄孩子，然后我就做不了，然后我就很憋屈，很憋屈。您靠什么生活呀？现在？现在我就靠一点自媒体卖点东西。就带着小闺女。他也不给抚养费。1分都没有给。哎，为啥离了婚不给人抚养费呢？我想着他手里还有一点。你是把他都算到骨子里了，那你跟人复婚干嘛呢？这也是我的错吧？不是，那咱说说复婚以后你打算怎么过这日子？不管以后挣多少，挣多少钱，我都给他好好过日子。其实给他结婚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他的钱，然后都是谁就是给我买套住的，所有的都发在孩子身上，我从来没说过一句怨言。等于这个女人嫁给你什么都没要，算裸婚，对吗？对，买了一套。是还是不是？是，等于我就买了一套房给他，买了一套房。对。离婚之后这套房在谁的名下？那个房是在我的名字下，因为那个套房都便宜，就10来万。就现在您跟闺女住的就是那套房是吧？OK， 好，我想问个问题啊，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家挺重男轻女的吧？本来我们是2个女儿不想要了，最后老人说不行，没男孩子不行，怎么的，最后来个双胞胎。不是，你就是拼嘛，3胎就是拼儿子嘛，不生儿子不罢手嘛。第一个妻子为什么走啊？我就在外面打工，等我回来，他说走，要跟别人一块走了。走了之后，我又不把家里东西，我说我算了也不在老家了，我说我都打工也不在家住，孩子在奶奶家，
我说算了，我也不进了，他把东西也拉走了，他自己拿了2、3万块钱吧，他自己走掉了。所以其实您的第一段婚姻，那个妻子就是帮您生娃呗，您在外面打工呗。对。他离开你就是因为，按您的说法是跟别人走了是吧？对。说的比较隐晦，对吧？对。那实际就是在您这儿得不到关怀嘛，觉得不像过日子了，于是就跑了嘛。也是这意思吧？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就没有疼过他，对不对？一直打工，在外面工地上，一说你们都知道的，工地上打工你又我们知道挺难，对，挺累，很辛苦，对，对吧？这是个现状，那这个就应该珍惜啦。我跟他在工地的时候对我挺好的，就回来就不好了。两地分居了就不好了是吗？有了孩子就不好了。有了孩子就不好了。因为没有孩子之前，他一直在我身边，我们2个。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吧，也因为家庭的事。就是为什么还要再要一个孩子呢？我们也是意外，他意外有的。他想到40岁了哦，要一个吧，他想的是这样想的，最后我们就要下来。你虽然前面的前妻给你生了4个孩子，但是你对做父亲或者是父亲的这个角色，其实你并不熟悉，对吧？你的主要角色就像一个单身汉一样的，在外面去打工。打了工挣钱，回到家里，家里有女人就让女人养孩子，家里没女人就让老娘帮你养孩子，是吧？这个我没办法，我只能打工挣点钱回来给老人养孩子，这个是没办法，我要在家。所以我说，其实怎么做父亲，父亲的职责，这个在您心里只要挣了钱就是个好父亲，是吧？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就挣不了钱。行，我知道，这就是您心里的难嘛。那。你现在如果跟他复婚的话，复婚的条件是什么？我不给他复婚。坚决不复是吗？对。就啥条件都不复了？你想考虑一下，唯一的就是我家闺女可怜。哦，行，那您还打算再婚吗？不打算。就自己带着孩子。好，那也可以不急着复婚，再观察观察。如果复婚之后，下一步的生活安排是什么？你媳妇儿和你闺女，你打算怎么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复婚之后，我算能尽量我做到一个合格的丈夫。不是，你别说口号，您大概准备怎么做？家务活呀，什么东西呀，做饭呀，这个东西我都会的，我都会来搞。哦，你就准备跟他们住在一起了？对。还出去打工吗？打工还要出去打工，不打工。不，那你出去打工1年要打多长时间的工呢？一般的就是，有的时间是5个月，有的时间是6个月回来一次，有的时间赶到工期忙的时间，常年都要回不来。所以啊，您说回家给他们做饭呀什么的，这是一句空话呀。我尽量的。你没法守着他们生活，是还是不是？对。那我现在能够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决绝了，不想复婚了，因为在生活上面你是陪伴不了他们母女的，对吧？对。这是其一，其二，他担心你在外面那么辛苦，也有担心吧？所有挣的钱，又只能挣那么多钱，你还得活着，那些钱从过往9年的经验来看，你都寄给了那4个孩子了。他跟闺女实际上面一分都没有，他也不舍得再压榨你，说你再给我玩命干，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了，所以他说选择分开嘛，是给你减轻负担啊，想过吗？我还是不想分开。你不想分开，你同意离婚，你个笨蛋！当时也是赌气。事儿反正就这么个事儿，大家听明白了。老师们有什么招吗？你们给支支吧，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2个人再婚以后的离婚，看似是被钱打败了，过不了钱的关，婚姻没法维系了。虽然你不容易，但是你顾及到自己的妻子嘛，她很显然并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很大的女人。你的复婚请求很渴望，自己也是真心想复婚，你就带着她一起去打工。
我认为你们2个人共同的孩子现在还小，也可以生活在一起。前提是，你要把自己赚的那点钱，全部交到这个女人身上，由她去打理。她不会乱花钱，她想要的是有安全感，想要的是这个男人真心对她好。你做不做得到？如果你做得到，我想2个人复不复婚还有得谈。谢谢。谢谢波红兄啊，何老师。我觉得别谈，我觉得没得谈。从女生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没得谈，压根儿就没得谈。就是大哥，我希望你能善良一点。这个善良是你真的要想一想，是他如果跟你复婚之后，对他的人生有什么真的改变或者真的提升吗？我们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有情饮水饱的那个年代了。这个真的是这样子，他现在女儿还这么小，你也没有真的带过孩子，没有培养过自己的孩子。一个小女儿，她从出生到成长，从童年到少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她需要一个非常健全的环境。这个健全的环境是让她的母亲要身心健康的。其实我觉得你给这个大姐既给不了她想要的物质，你也给不了她想要的就是情绪价值。其实你要想，她带着你们的孩子也会过得很好，这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你放过她吧。说完了。谢谢魏老师，曹老师。我就觉得2个人都挺可怜的，但是呢，又某些节点上看又挺可恨的。就是男人可能会就是尤其是以就是家庭顶梁柱啊，主要收入来源的男同志，他可能会有一些时间长期，甭管是膨胀也好啊，回家的一种优越感也好啊，可能你会觉得我平时什么都不用管，全交给你，但是大事上得我拿主意，会有这种感觉吧？当时说这个5万块钱的时候，对吧？因为钱主要来源你嘛，对不对？但是你想想，你占了大便宜了。你4个孩子，人家1个孩子，这已经不是1碗水端平了，是水碗跟水缸的区别了。人家才1个，你4个，而且现在用跟他复婚这个方式，然后把大姐又拖到另外几个孩子要结婚的一个漩涡里边，他未来要操心的事更多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站在你现在的位置，还不如已经都这样了，我把我这几个孩子全部都弄好，我1个人孑然一身的投入到你跟我小的这怀抱，那会儿我再追求你复婚，我当然这是我个人选择啊，我可能这样，我觉得我够义气一点。如果你是他的话，对，如果是他，我既然已经因为之前孩子的事，而且是我想明白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把4个孩子全部长大成人，让你们有自己的生活之后，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我开始对你好。但是你现在这个，你说劝你们俩和好吧，又可怜这大姐。要不劝你们俩和好吧，我也不忍心。其实你们俩没有什么大问题，反正善良的人啊，对，都善良，没有坏人，只是在某些节点的选择是错误的。所以最难，最难。我说完了，我说完，听听别的老师吧。这个婚呢，先不着急复，也别下结论说不复。你的前妻对你的孩子好，为什么？甚至于比对自己的孩子好，为什么？不就是拿他的真心换你的真心吗？然后跟着你去打工，掏的都是真心啊，他不图你钱，他知道你挣多少啊。所以就在此时此刻，你还是没有拿出你的真心。你要想真的赢回他的心，你就掏出你的真诚，好吗？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告诉我，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会拿心来对他。别说这虚的。这娘儿俩，他带他的孩子，你的孩子哦，你不给生活费，你不给抚养费，拿什么看你的真心？拿什么？钱都不给，说哎呦你那儿应该是有钱，这是算计啊！所以凭什么让他相信你呢？先拿出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你的真心，好吗？其他空的话不说。现在断然不能答应他复婚，但是要留机会，好吗？就这样。谢谢曲总，来听听帮帮团老师们的意见。作为果宁帮帮团，我觉得大姐这几年挺亏的。我觉得你在用9年的时间，就是陪着她度过了她最难的时刻。
但是他的孩子都长大了，现在他觉得生活稍微轻松一些了。但我觉得你现在非常冷静地走出来了，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大姐你今天能来，给足他面子了。后面的生活你已经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去照顾自己的生活跟孩子了，你一定要慎重地考虑，好吗？好的。作为广电帮帮团呢，今天就是我非常坚定的想帮一下这位女士。古希腊哲学家赫拉特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以我觉得摆在你面前的就2条路，一条呢是回头的路，一条是向前的路。回头的路一团乱麻，但是向前的路虽然未知，但是我觉得清晰。最后呢，送你一句话。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加油！其实特有意思啊，女生出奇的一致，坚决不能回头，就不复婚吗？我也是觉得先别复婚的，但是关系不要断，毕竟还有一个共同的孩子嘛，对吧？抚养费1分都不给。抚养费是不是应该给？给吧，给。就咱不要急着复婚，咱先把抚养费给了，行不行？行。行吗？行。每个月按月给抚养费，还是一次性给他1年？一次性给也行，那看他的要求。那你说？那写的都1个月给的，你咋不1个月给呢？好，那就按月给，好不好？好的。按月给可以吗？可以。好，那我们就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周跟孩子和你通个电话？他带走晚几天都没事儿，只要给孩子一个好的陪伴，能给一点钱就行。能给点钱贴补一下，好吧？你能做得到吗？可以。可以哈。可以。确实吗？确实。确实可以。好，那剩下的事儿就好聊了，复不复都不重要了，都不关键了。我想复。如果这些都做到了，你觉得复婚还是个问题吗？想清楚。我们不提复婚了，好不好？可不可以吗？可以。不复了哈。不复啊。刚才好像是谁说的？谁是谁的初恋是吧？我是他的，他小时候就追过我，然后没同意他，就喜欢我自己儿子他爹，后来就感动了吧，就觉得他很好对我，所以就这样嫁给他4个孩子。看见没有？是有情愫的，打小就喜欢。所以还是有情感基础的，他们不是没有感情基础。接下来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哎，我还是想复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如果说走到哪里，我就是给你带到哪里，永远都不分开。你先把你的细节做好了，细节都做不好，还要去复。你考虑一下。我今天的命题特别简单，你放弃复婚，承担小闺女的抚养费，且关心前妻的身体，这不打个电话吗？前提是放弃复婚啊，我们先不考虑复婚这件事儿，您就出来，好吧？啊，您出来也很简单，虽然离婚了，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共同的孩子，为了这个孩子，我们保持一定的尺度的联系，比如说孩子成长的信息共享，对吧？类似于此，您就出来，好不好？连这个共享都没有，就说你只要把抚养费给我了，你这男人我见都不想见你，那你就别出来。我说清楚了吗？说清楚。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没有悬念，双出。我觉得双出吧。如果不复婚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双出；如果要是说复婚的话，俩都别出来了。
消除。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再婚的离异夫妻作何选择，请开门。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再婚的离异夫妻作何选择，请开门。行，也行，是个态度。他的态度很简单，给孩子寄钱，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其他的关于复婚之间的这种东西。如果你还喜欢，你想追回他，因为我们知道嘛，恋爱这件事情就是我喜欢，我追求，别人也有拒绝的权利。怎么做，你自己去做，一定记得你还有个老五哦。老五是需要生活费的哟，能行吗？可以，能行吗，兄弟？可以，加油，好不好？好的，祝您幸福，谢谢，请回。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再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